这南极仙州这么大，我去哪里找水月鼎啊？这是哪里啊？这是什么呀？这难道是能窥探人心的法宝？不对不对，我怎么能，我怎么会有亵渎神尊的想法呢？我对神尊那是敬爱，才不是那样啊！这就是能恢复万物的水月鼎。仙翁，我的孩子现在何处？可在天宫？不在。可在凡间？不在。可在我山灵族？不在。可在青丘？不在。人未死，却不在我六界之中。那到底在哪儿？他就在此处。就在此处。这是什么呀？怎么拔不下来啊？启禀师父，弟子无能，未能擒到贼子。仙翁，那我的孩子，
命数如此，国主，时机未到，再等等吧。国主，国主，这么晚了，国主是去了何处啊？属下有要事相商，到处都找不到国主。本君虽说疏于政事，可也无需去哪儿，都要向国师知会一声吧。国主言重了。有什么事，明日殿上再说吧。国主，神尊，13自作主张给您换了新茶叶，不知是否合口？很好。你下去吧。是。不是跟你说过，不要擅自离开浮云殿？你听不懂吗？小白死了，我不知道是谁杀了他，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。他一只凡间小兽，在这天宫上，连一棵草木都伤害不了。我不知道他能得罪谁。神尊，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错，你也定是有你自己的苦衷的。可是就算是神，也是有心的，你就不会觉得委屈吗？委屈是死不了人的。可小白死了。神尊，我知道你是不会做错事的，你都是为了别人，你为了别人，你宁可委屈自己，也要顾全大局，庇佑弱者。因为你是战神，你就是这样的人。可林夕不过是这天宫上法力最低微的一个小仙，林夕不懂什么道理。林夕是不会给神尊添麻烦的。林夕退下。
你知道是你犯错了吗？因为你，因为袁家，神尊无畏受千夫所指，为的是不想让袁家重蹈列夷灭族的覆辙，而你们却恩将仇报。错已成错，我相信神尊定有他自己的苦衷。如今可以做的，就是保守这个秘密了。你若在那边遇到小白，你要替我好好的照顾他。他胆子小，又贪吃，你要好好养着他，别让别的小兽欺负他了。什么人？你在这儿做什么？袁同上仙，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没什么。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什么都没有。神尊还在等着小仙呢，小仙告退。天猴神杀！上仙，这是何意？你去过南岳之巅？小仙不知上仙在说什么。给我。什么？啊！自从这个东西套在小仙手上，就怎么也摘不下来了。我说的是战报。原来你早就知道战报内容。看来你真的恢复了战报。交给我。既然你知道战报真相，为何不替神尊开脱？你可知神尊为了你们袁家，受人排挤，被人非议？你母亲还去药王洞断了神尊的伤药，让他饱受寒疾之苦，还要接受紫云台公审。你们这是恩将仇报。把战报给我。你不要逼我。不给。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你知道这里是哪儿吗？你身后便是洗仙池，任何神仙只要坠入洗仙池，便会脱去仙胎，碎去仙骨。无论多高的修为，都要重新来过。你苦修了多少年才有今日的成就？哼，几万年总是有的吧？你要干什么？这不是你该参与的事情。把战报给我，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。那神尊怎么办？神尊不会有事的。我会亲自去药王洞求药。真的吗？我保证。我才不会信你。是你逼我的。
青瑶医官，灵犀可在殿中？灵犀不知去了何处，暂时还没有回来。兴许又跑出去玩了。他近日总往外跑，不知青瑶医官此次前来是专程过来找灵犀的，还是要见我们家神尊啊？啊，我为神尊炼制了一些温阳丹，劳烦你带给他吧。多谢青瑶医官。若灵犀回来，麻烦你们让他到药王洞找我一趟。请上仙放心，小仙一定将话带到。这个傻丫头心系战神，怎么会在这个节骨眼上没了踪影呢？真是患难见真情。这别的神仙近日避我们如避瘟神，青瑶医官平日里看起来冷冰冰的，如今不仅屡次来为我们家神尊瞧病，还违背药王的意思，主动来给我们提炼丹药，真是个好神仙。他是因为灵犀在这儿才会对我们这么好的吧？管他因为什么，对咱们家神尊好就行了。神尊，这个是药王洞青瑶医官送过来的温阳丹。你看到灵犀了吗？灵犀？灵犀到现在还没回来呢。啊，他好像去那个药王洞帮青瑶医官炼药去了。下去吧。是。母亲，明日良辰，天雷真君会亲自前来，一众烈仙一同把你哥的传心钉引入功德殿，受天地香火，万众供奉。这事儿关系到我袁家的颜面，以及日后我袁家在天宫的威望。你作为当代袁家的家主，需要早做准备，万万不可失礼。此等大事，母亲为何不先与孩儿商量一番？这等好事儿，需要商量吗？你大哥的遗宝入住功德殿，难道你不高兴吗？当然高兴。明日啊，还会将九臣一直放在功德殿的战甲起出。战神，我倒要看看他的颜面往哪儿放。可是，神尊毕竟功勋卓著，将其战甲……此事已定了，我们就不要再讨论了。杜宇已经来了多时了，在大厅候着呢。你去吧，记着，挑个吉日，赶紧把婚定了吧。
你回来了。看你一脸疲惫，一定是军中劳累吧？尚可。有心事？有心事不妨说出来听听，我也好帮你分担一二啊。我想休息片刻。那好，那我改天再来看你。你们近日去过幽都山吗？有些年头没去过了。我日前去了一趟，变化颇大呀，险些都没认出来。我就想找人问问路，但是没想到遇见了一位俏丽的小仙子，一时没忍住，就与她多聊了几句。上神不会是又多了笔风流债吧？哎，这你可就猜错了。这位小仙子不但不为本座的风采所动，反而暗中想要让他的侍卫大杀于我。后来我打探一番才知道，她竟然是现任山灵族国主的女儿。这灵月国主有这样的女儿，可真够糟心的呀。也就是我，换作是别人的话，定然不会善罢甘休。啊，上神说到此处，倒让小仙想起了一桩趣事。一大清早聚在本尊的浮云殿，你们都无事可做了吗？哎呀，是没什么事儿，这不是闲暇之余特来探望师兄吗？今日是元征遗宝入住功德殿的日子，你们身为他生前的袍泽，不应该去观礼的吗？嗨，哪有什么可看的呀？想当年神尊把元征操练得哭爹喊娘的，他痛哭流涕的样子，我们都见过了，一件仙宝而已，不值得一看。说得好，韩章，你刚刚讲的那个趣事是什么呀？说来听听。就是凭什么幻想神尊的龙牙战甲，啊，换上元征的传心钉？那是功德殿，不是英灵殿，这不有辱神尊吗？他天雷老儿欺人太甚了。你要是有本事，也让自己的仙宝入住功德殿，本尊定为你庆功。灵犀回来了吗？还没有。13呢？一大早便出去了。差不多时辰到了，该去紫云台了。紫云台？我正好有公务要去紫云台处理，要不我随师兄一起？哎，听闻普化仙君得了几瓶瑶池佳酿，云峰上神，你老人家面子大，你去讨2杯，也给末将尝尝。好说好说。哼，真是巧了，我还有笔账要同普化仙君算算。现在我去安慰一下他。那师兄先走，我们随后就去。神尊，神尊，大事不好了！何事？13他今天早上怒气冲冲地闯进功德殿。他去那儿做甚啊？他说，谁要是敢动神尊的龙牙战甲，他就活劈了谁。这没一会儿的功夫，他已经劈倒了20多个天宫礼官，掀翻了2座偏殿。紫光已经带兵过去了。好13，决战的时候到了。神尊，只要你一声令下，属下立刻把天雷老儿抓下来，给你下酒喝。胡闹！
征儿，你可看见了？我袁家有今日之荣耀，全都是因为你，因为你不惧生死，奋勇图谋。袁家的祖先以你为荣，袁家的弟子以你为荣。你的战绩必将列入先烈，受天下苍生供奉。大哥，事到如今，我也唯有将错就错。无论如何，我绝不能让袁家万劫不复。请您保佑我。天雷真君到！老身见过真君。不必拘礼，请天君法旨。天君法旨。今日怎么这么热闹？这一路走过来，似乎有很多仙家都是赶往袁家的。元征战将好厉害，怡宝竟能入驻功德殿，咱们天宫可是许久没有如此盛世了。青瑶医官。离席。离席，离席，离席，你在哪儿啊？多谢真君，真君对我袁家的恩德，老身永记在心。可惜呀，可惜本座不是战神，不能以战神的名义将旧部遗宝放入功德殿，这对元征来说不够庄严。真君说哪里话？真君统领天宫战部5万余年，英勇奋战，这功绩谁人不知啊？可惜我儿福伯不能在真君的帐下听差。不过这次由真君亲自为他主持大典，也是不枉此生了。袁老夫人，你太客气了，这是本座应该做的事情。元征将军在天宫的功绩有目共睹，这是不可以抹杀的。我儿死得不明不白的，真君啊，日后我袁家还需你多多帮扶。好说，眼下还是以元征将军的功德大典为重。袁老夫人，请随我一起将攒心钉送到功德大殿。
正当如此。好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走！背后施阴招算什么东西？为何喧哗？启禀真君，这个家伙强闯功德殿，伤了一票礼官不说，还毁了2座偏殿。属下将他前来，请真君发落。混账！现在是什么时候不知道吗？竟然拿这种琐事来烦本座！将他押到紫云台，听候天法处置。可是真君，紫云台今天要审问9臣，没工夫管他。将他押到一边，等候处置。是。放开我！背后施阴招算什么男人？闭嘴！你有本事放开我，我们再来打过。你别太猖狂了。你们要将元征的遗宝迎入功德殿，我不管；要将我家神尊的龙牙战甲拿下来，我也随你。这样恩怨不分的功德殿，我们也不稀罕。但是你必须要将战甲给我送回来，恭恭敬敬的给我送回来。你们如果敢随意践踏我家神尊的宝甲，侮辱我福音殿，你13爷爷我就跟你拼命！臭丫头，你还真以为本将怕你啊？臭丫头！老子在战场厮杀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玩鸟呢，小子！你好了，把他压下去。是。住手！13，神尊，13没用。随本尊回去。是。站住！9臣，就这样把人带走了？真君欲如何？13，不懂规矩，擅闯功德殿，砸殿伤人，不可以这样把人带走。本尊自会带他去紫云台领罚。你一个犯错不幽禁之人，把他带走，有点不太合适吧？本尊自会向天君交代，不劳真君操心。慢着！母亲，旧臣上神。今日承蒙天恩，我儿的遗宝入住功德殿，乃是我袁家的大喜之日。老身听闻，上神今日也要到紫云台受审。既然你我有缘在此相遇，老身想要问一问。你说。老身问一问，我儿元征是不是上神所杀？母亲，你不要再问了。请上神以道心起誓，莫要欺骗老身。是。什么？会如此？听见了吗？你们都听见了吗？你们都听见了吗？终于承认了，他终于承认了，我这儿，我袁家的弟子，还有我10万天兵枉死的冤魂，
九臣，数万年了，我袁家男子不惧生死，上阵屠魔，护苍生于太平，保六界于平安。你身为战神，杀我孩儿，屠我族人，害死了天兵，躲在长生海，你跑了5万年。此等仇恨，我岂能再容你？袁家的弟子何在？在！布阵，杀敌！母亲，不可！真君，真君，这是他们两家的事情，本座不便插手。住手！神尊，这是怎么了？你帮我照顾一下他。灵犀，谁把你伤成这样的？神尊，灵犀元气大伤。灵犀，灵犀，站住！身子疼。灵犀，真君，今日到此为止吧。有什么事可以过了元征将军的功德大典再说。这也不是本座要强留他们，那我又能说什么呢？老夫人，真相已大白，今日当着我儿、我袁家的列祖列宗以及众位先友的面，我袁家要一个交代。母亲，交代是吗？袁同上仙，袁老夫人很想知道真相，你觉得呢？既然这么想知道真相，那就睁大眼睛，好好的看清楚了。
假的，假的。真君，这占宝是假的，我儿他从小涂魔，绝不会入魔的。童儿，童儿，你相信你哥哥，他绝不会入魔的。童儿，去跟他们说，你哥哥他绝不会入魔的，这是假的，假的。神尊，神尊，你入魔都是我的错，是我连累了这么多天兵天将，我元正死不足惜，我只求神尊可以替我照顾好袁家老少。我妹妹袁董，她年纪还小，我绝不能留你。你放心，我会保护你的家族，行人之事不会让任何人知道。母亲，老夫人，是真是假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神尊自归来的那一日起，便决定担此罪，保你袁家。是你们自己咄咄逼人，将自己逼上了绝路。青瑶医官，此事已了，我们回去吧。一会儿再找你算账。他怎么样了？青瑶医官，你倒是说话呀！这灵犀到底伤得如何？外伤虽多，但没有大碍，细心调理即可。可这内伤就麻烦了。洗仙池的水不是谁都可以受得了的。他在里面泡了一夜，伤了根本。若是调理不好，这辈子怕是只能止步地仙，再无晋升的可能了。有劳了，医官。神尊客气了。灵犀是我自家妹妹，别人可以不管她，我却是要管的。
夜深了，都散了吧。属下告退。小仙告退。哎，我送你。13仙子留步，我自己可以的。想清楚了再说话。送也行。嗯。青瑶医官，我送你啊。我不走，我要留在这里照顾他。哎，这里是浮云殿，有13、花烟，还有我师兄照顾他呢。放心吧。云峰上神是不允许我留在浮云殿吗？若是这样，我可以带我师妹回桃林休养。哎，当然不是了。你看，我是有重要的事要跟你商量，哎，很重要的事情。嗯。哎，13仙子，我自己能走，你不用送我。我送你。哎，我就送你，怎么了？哎，开阳兄弟，我记得你有事情找我。绝无此事，你一定是记错了。哎，你们继续。青瑶医官，青瑶医官，青瑶医官。哎，青瑶医官，我有病，我要看病。青瑶医官，司命，我也有病，我病得更严重。青瑶，等等我。云峰上神。神尊还在里边，你要不要找他老人家试试？过来。哎呀，青瑶医官，请留步。上神有何指教？指教谈不上。只是不忍见你就这么满是怨气的离去。上神有话不如直说。好，那我便说了。可能你以前听说过关于我的很多不实谣言，但是那都不是真正的我。还好，现在还有时间。还好，我还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。还好，我还可以让你看到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。就拿这次的事情来说吧，今天我看到你心有怨气，灵犀的事，我师兄也。青瑶，今日在功德殿外，你明明看见我被人欺负，为什么不救我？我救了呀，我去报信儿了。报信儿？那是男人该做的事儿吗？你都打不过他们，我就更打不过了。这不报信儿，如何救你啊？我若看见你被人欺负，我定会想也不想，立刻出手。这做人做事得讲求方法策略，这明知道打不过还要打，那不是傻吗？那不是傻，那是因为喜欢。以前你不是这么对我的。当年如我有难，你必定想也不想，立刻出手。我知道，你不接受我，除了因为我以前是男娇，让你心有别扭，更多的，你是怕遭人耻笑。其实不仅仅是你，想必旁人也是如此。就因为这样，我们娇人一族大多都只能族内通婚。男娇还好，像我这样的女娇，要想在外族寻求一段美满的婚姻，简直是难如登天。这就是命，我早该认命的。其实不是这样的。当真？你并没有瞧不起我？当然没有。那你为什么就不能就？主要是我们不合适。哪里不合适？我们哪儿都不合适。你说出一条。我们身高不合适。
我们每次并肩同行，我的压力都很大。每次我跟你说话，我都仰着头，我很累的。都是借口。你就因为我以前是男教，可是我都说了，我现在是女教。这不是男女就合适的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为什么不喜欢云峰上神呢？他也是男的呀。他是个花心大萝卜。那开阳，我跟他一起桶里洗过澡。韩章呢？哎呀，他娘们唧唧的。那倒是。不过我承认，你比他还娘们儿。但是我就是是感觉。对，是感觉。感觉不对，人就不对。石子，我对你就是没有那份感觉。其实，我们还是可以做回朋友的，像以前一样，把酒当歌，毫无顾忌。你还能做到吗？应该能吧。这一切都是命。如果我一开始就化为女娇，第一次在你面前出现的时候就是个女人，想必就没有今天的种种了。可是又怎么可能？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我又怎么可能想做一个真正的女人？我自幼无父无母，一个人在大海里长大，从小就被别人欺负。有幸认识神尊以后，我就特别想要成为他那样的人。我性格粗犷，大多都是因为开阳、韩章那些家伙的影响。你是不知道，在军中，如果不硬气一点，真的会被欺负。我刚进军营的时候，就因为我是个鲛人的原因，所以常常被他们欺负。13，和你分开以后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，慢慢的就变成了现在这样。他们跟我说，如果不是特别喜欢一个人的话，是不会变的。思明，我想，我应该就是特别喜欢你。我跟你说这些干嘛？你不要害怕，也不要想太多。我是男子汉大丈夫，行就行，不行就算了呗。我以后不会再纠缠你了。是。司命，我还有一事相求，希望你能帮忙。你说。我虽已是女儿身，但我却不知道如何做一个真正的女人。你司管凡人命数，必定见多识广。如果有机会，你带我去瞧瞧，那凡间的女子到底是如何的。我当是什么事呢？这有何难？你可以随时去司命殿查看。只是不要再像过去那般对我了。不会了，你多虑了。
时间不早了，你先回去吧。那你？我想一个人静静。那我走了。我真走了。思命，思命，你还在吗？思命，你走了吗？臭司命，还真是说走就走，给我等着！禀告神尊，东海杜宇求见。正殿候着。是。杜宇见过神尊。何事？请神尊出手，救救袁统，救救袁家。自袁家男子战死幽都山后，袁家全靠袁统一个人支撑。为保家族荣耀，他已经背负的太多了。若待天君下令，昨日的烈夷一族便是明日的袁家。请神尊看在袁征将军的份上，救救他们吧。本尊问你，你要实话实说。是。当年的事，你与袁统早已知晓了，是不是？是。神尊刚醒过来的时候，袁统就拿着袁征的家书想说明一切，为你恢复名誉。是小仙拦住了他，是小仙自私，想着以神尊的功绩地位是可以扛过去的。可袁家，神尊，千错万错，都是小仙的错，请你大发慈悲，再救袁家一次吧。你之前宁愿被禁足受审，也不愿吐露实情，不就是想保护袁家吗？事到如今，能救袁家的，就只有你了。
不要装了。神尊，你看到了？嗯。哎呀，疼！啊，胳膊疼。还装？这是神尊给小仙的吗？多谢神尊。神尊，你那么小气啊，就1枚。这紫气东来丹10万余年来，本尊只得3枚，1枚用于晋升上神，1枚用于神魔之战，此乃最后1枚。这么珍贵啊！那小仙收下。吃了吧，对你身体有好处。神尊给的药，小仙要留着慢慢吃。药呢？是。现在就吃了。你以为洗仙池是好玩的地方吗？这次能活着回来，算你命大。好多了。你好端端的为何跑去洗仙池，又因何坠入其中？自然不是因为活腻味了自己跳下去的，我是被袁同上仙给推下去的。袁同。他要你便给他，何必跟他拼命？你一个小小地仙，不知道自己对上他没有胜算吗？我本来也是要把那战报给烧了的，可是他偏要抢，他抢我就偏不想给他。我就是觉得神尊为了这样一个人，饱受非议，很不值得，很委屈。你为这件事死了，便值得了？我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。哦，神尊。袁同上仙的未婚夫来了，是来替他求情的吧？神尊，你别这样看着我，我可是丹鸟族，我们丹鸟族都是小肚鸡肠，记仇的很。他都要杀我了，我才不会替他求情，说好话。那你想如何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推他下洗仙池，退他仙骨，削他记忆，贬他下凡。我起码得让他给我磕头认错，真心诚意的求我原谅，然后罚他100年不许吃饭，只能喝风饮露，馋死的。还有啊，他还得补偿我，他当了那么多年的北海守将，一定有很多奇珍异宝，我要让他都赔给我，补偿我的损失。还有，神尊，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随本尊来。神尊，我们这是去哪儿啊？
袁同拜见神尊。袁同愧对神尊。你为保家族不衰，藏下元征家书，隐瞒战报真相，这一切，本尊都看在眼里。自从决定帮你袁家起，本尊已将后果看得非常清楚，亦不在乎那些流言蜚语，但你不该不择手段，妄动杀心。是你将袁家的路给走绝了。袁同有罪。你太年轻了，莽撞而且愚蠢。当年元征是从天兵一步一步做起，历经8万余年，终而能成为4大战将之首。你呢？你凭什么？袁同羞愧。这5万年来，你空坐其位，连半点都没学得天族战将该有的责任以及气度。今日，本尊要废你5万年的修为，你可服气吗？任凭神尊处置。谢神尊。去从天兵从头做起吧。神尊不驱赶我族，还将我留在军中。袁同拜谢神尊。你还欠他一个道歉。灵犀仙子，都是袁同的错。还要罚你这100年间不得吃饭，还有之前坐镇北海所得的奇珍异宝，都要给灵犀，当做你伤害他的补偿。是。走吧。你笑什么？没笑啊。多谢神尊为小仙讨回公道。本尊惩治袁同，乃公事公办，与你何干？哦。什么人啊？都说让你住手啦！到底什么人啊？藏头露尾，宵小之辈，给我出来！谁藏头露尾啦？我不就站在你面前吗？啊？装神弄鬼！
疼死我了！刚刚是你在说话？当然是我。啊！我掉头发了！我又掉头发了！你是一株花咬精？是啊，你没见过？确实不太常见。不要再拔我头发了，我是个女仙，没有头发会很丑的。我都快被你们拔成秃子了。算了，反正都掉了，送给你吧。花疗是酿酒的圣品，你这么大一颗，明目张胆的生在这儿，没有被别人整颗拿去酿酒，已经是造化了。什么？你既已得道成仙，就该有点仙人的样子。不说保持人形，起码应该寻个洞府什么的。怎么还能以药材的样子随便待在路边？洞府？什么是洞府啊？算了，你跟我走吧。去哪儿？跟我去桃林啊！你在那儿可以好好修炼，不用担心一觉醒来被别人扔到酒罐子里面去了。那我跟你走，就不会有人再拔我头发啦？不会。回家喽！多晚一点啦。知道了啊。这是正阳香，取正阳之火炼制而成。它气质清雅，蕴含温阳之气，常燃殿中，可减神尊寒疾之苦。多谢。分内之事。青瑶医官，本座有一事不明，还望医官点拨。上神请讲。敢问医官，我师兄服此药也有些时日，为何寒疾反复发作呢？冰冻3尺，非一日之寒。神尊长眠长生海5万余年，所受寒气之重，不是区区几瓶丹药就能化解得了的。那怎么办呢？青瑶医官，冰雪聪明，法术高强，一定还有别的办法吧？神尊自服药以来，难道不曾见任何好转？的确见轻，但每到午夜时分，寒气仍难自控。寒疾反复，实属不该。神尊可有听我的叮嘱，未再妄动法力？妄动法力？神尊体内的寒气早已侵蚀4肢百骸，我药王洞所备丹药，讲究的是徐徐图之，固本培元。一旦神尊动了法力，极寒之气随法力游走全身，再强的药力也会被法力冲散，又何谈效果？青瑶医官，修习到我师兄这个份上，早已是言出如法随，一言一行皆有无形法力，出门行走更是瞬息千里，怎么可能不动丝毫法力呢？那就不是青瑶一个小小医官能左右得了的了。神尊自己的身体还得靠自己照料，若真的难以自控，倒是可以用9灵之术封了你一身仙法，像个凡人一般过个30-50年，可能也就不药自愈了吧。这个方法倒是不错，我觉得可以试一下。若是没有别的事，小仙先告退了。不送。